子滚出来！哼！你终于肯出来与我一战了。炎魔掌！家伙的剑法还真是老道，难怪木子哲会把这差事交给我。我的炎魔掌，如今可以融入我的刀式。你见过阎王的掌法？你可曾见过阎王的刀啊？剑气，有点意思。炎魔掌，一境一层楼，8层见天地。到了第9层，便是天地。我要入第9层了。苏长熙，祈祷说，谢家的人，当年3家最强的苏家，如今被一个木慈陵就打得满地找牙。这绵龙剑我拿到了，这大家长，能不能我来当啊？还太早了吧？能从这里带走，才算你的。饿了，咱们打了，先走一步。妖虫小技，穆家贼人哪里跑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苏家苏昌河虽有伤在身，也要为苏家夺回绵龙剑。我们无人是其对手。你身负重伤，追上去，亦是枉然。剑锋易折，老爷子的心气，就像那柄蛇剑一样，在无限接近大家长之位的时候，折了。老爷子，苏慕云，你好像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。慕云啊，状告大家长，绵龙剑
我没握住，辜负了他。所有苏家弟子，收剑。是。号称暗河3家中最强的苏家，到这里就放弃了。无花无酒清明雨，剑刀剑剑断魂路。真是一个适合苏沐雨的好天气。可想过取个什么名字吗？我想叫苏沐雨。为什么？那日我全家被杀，我被父亲护住，放在一块浮木之上，顺流飘到了这里。那是一个傍晚，下着不大不小的雨。不错的名字。你呢？你想叫什么？双日为昌，一为兴盛，明亮，所以我叫苏昌河。有路可条，奈何有挥剑出鞘。剑上暮雨潇潇，伞下潭中月，朝露迢迢。尘沙扬，剑上挑我刀光里落脚。即便要独一人过风暴，霜雪难一角，也只不愿出游借我的春宵，也只不愿出游借我的春宵。家主，苏沐雨已经过了清河街，还有半炷香的时间，便要到这里了。一个人来的？是。看来是发现了我们的住处，特地来找我们的。一个人来，他是想和我们谈判。他会和我们谈判吗？长河，他谈什么判？平时让他多说几句话都难，还指望他能口若悬河的谈判？谈判可以不动嘴，尤其我们苏家人，动剑就好。等你许久了，苏沐雨。我找老爷子。止步！苏沐雨，让我来试试你的剑。苏泽对苏沐雨啊，雕虫小技，还是用出你的18剑阵吧。你想看我的剑？我要看看，谁才是苏家这一代最强的剑客。为何苏家最强的剑客在他们之间？这是苏泽赐封的吗？你用的是匕首，若你也用剑，我倒是很期待你拔剑的时候，那一刻，让我看到你的剑光。下个注吧，猜猜苏泽几招之内会输？阿泽还是太年轻了，估计5招之内。
前几日你也去提魂殿了，你去做什么？自然是帮你谈判啊。哎，你嘴太笨了，提魂殿又不是大家长，他们只认规矩，不认你手里的剑。难怪他们似是默许了我的3部剑。哼，那是自然，我的口才向来很好。说不听就揍到对方听，这么看来，口才自然是很好的。你莫不是和他们打了一架？我只是跟他们分析了一下利弊，提魂殿也会算账的，杀了你对他们没什么好处。哼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答应了提魂殿什么条件？你有你的办法，我有我的办法，你信我便是。剑破九霄，断纷扰，斩离愁。这。萧剑不平事，与君上九霄，这便是当年施剑仙一剑成名的九霄城。一剑劈开九霄啊，那只是个传说。大家长，你也是用剑的，你年轻时没想过来九霄城看一看？寻常人的剑是剑，暗河的剑是凶器。更何况，我年轻的时候并不用剑，剑法是后来才学的。大家长，你年轻时候叫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，在暗河中是一个禁忌。不过，告诉你我的名字也无妨。我姓穆，在成为大家长之前，我叫穆明策。穆明策。这便是所谓的朱隐巢穴。朱隐在北离和南绝都设有这样的巢穴，每一处都是易守难攻的堡垒，所以很多人不想我们做那归巢的支柱。就这点本事，还想来杀我？是谢家的人。丑妞，不必讲出来。大家长，既然他们敢动这个手，咱们就没必要再给他们留什么情面，杀便是。穆家和谢家居然联手！他们竟然布下了天网阵！天网阵，别看！快住！丑牛，还没死。大家长，你不是说这马车刀枪不入，机关无数吗？为何不用？来不及了，人已经进来了。人？
繁花呀，许久不见了，请大家长说属下身体不便，便不与您行礼了。痨病鬼，你这病深入骨髓，神仙都治不了。是啊，我注定是个将死之人了，所以才敢这么直截了当的来见大家长，不怕大家长治我的罪。那么你到此是想与我说些什么呢？大家长坐在这个位置已经很久了，如今又身受重伤，不如顺势退下来，颐养天年，将这些琐碎烦心的事情交给正值壮年的人来做，难道不好吗？正值壮年，你说的是谢霸吗？我谢家家主这些年为了安和尽心尽力，自然是最好的人选。那若是我拒绝呢？这番话便只能冒犯了。你们想要的，无非就是我手里这把面龙剑。手握面龙剑，才是安和真正的主人。原来你知道啊，那么你也应该看到，如今握着这把面龙剑的人是谁。既然这把剑还在我手里，那么这个暗河还是我说了算。引魂香，师长，不好，他用内力护住了这炷香。大家长，大家长无碍。我们走。谢繁华不可能拿到引魂香，是穆家人给他的。这引魂香不是什么难解的毒，只是没想到大家长出身穆家，现如今穆家却也如此不顾情面。成了大家长，便不再是三家人了。没想到，大家长的内力竟如此深厚，能强行将引魂香的毒素逼出来。逼出的并不难，只是12时辰之内，我无法再行运功。家长，阿克，你在这里多少年了？已经30年了。没想到我此生还能等到大家长的亲临，无憾了。你本应在此处颐养天年，我来这里给你添麻烦了。叨扰了，大家长说笑了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颐养天年呢？你们都听着，入门的一刻内，
勿言。好。大家长，钥匙。可以说话了。这便是无声之阵。没错，这便是无声之阵。大家长，我带你回房间歇息。大家长，这位姑娘是……我叫白鹤怀，你要是早50年遇到我能治好你的驼背。这位姑娘是药王谷的神医，她此话倒未必是大话。我从无说大话。他这驼背啊，不是天生的，是后天被人给下了毒，骨头都给毒软了，才变成这样的。要是能及时把毒给去了，再配合一些正骨的功法，便可以痊愈。可惜，时间过得太久了。多谢神医，老朽已经习惯了。哎呀，也不是不能治，就是这个价钱嘛，要高一些。有多高？你把这处宅子给我吧。大家长，神医他说笑了。神医还真是个贪心的人呐，所以我才会离开药王国。啊，大家长，您的房间已经到了。神医，若是有什么情况，你就拉动这根绳子，木鸟会震动传音，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的。木鸟？对，这周朝各个区域都布有木鸟。大家长，我先告退了。北离江湖，波澜壮阔；南承雪月，东承无双，与唐门等一众名门大派共筑江湖的光明与秩序，可
光明之下必有阴影。暗河，江湖中最神秘的刺客组织，一入暗河，此生就是别人手中的刀剑。但总有人在暗夜中向往光明，在波涛中渴望走向彼岸。暗河的潮水也在此时翻涌而上。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，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。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铁面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铁面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
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父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，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。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
但受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一当然可以一样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神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哼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 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，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，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 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哪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受师兄煮的药膳香。 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，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。 其中最强的12人，以地之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。 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 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场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长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
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。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墨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1时2年后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穆、谢，你说他们3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影江，他们要来这开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
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语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越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师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白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以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派人来这开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书曾经暗合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城郊废邑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，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？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呀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，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献？谢家的风舞一之刀，不错，死！
弱，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嫡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魁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拖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呢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为你破。若我拒绝呢？我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，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同样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